这叫内线交易。何况你是总统，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白宫已经有发布声明说，对不起，我们川普总统先生的财产已经由他的子女信托了。可是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到这个川普你自己在投单的啊？我是觉得他下台啊。他不被弹劾才怪，可是他更荒谬的故事在哪里？你说他儿子小川普去投资无人机公司，结果五角大厦也要准备要投资了，股价一天就暴涨70%。你儿子干这种事情，你老子也干这种事情，那都算了，连你女婿也干这种，库许纳。好，接下来关心是川普把白宫变成股票交易了吗？现在来关心到的是3642笔的交易哦，是川普的交易正式的曝光。一边呢他在推荐股票，一边又自己买进，包括了他的女婿啊，还有小川普全家一起做海捞。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这真的是史上美国最大一次的利益冲突吗？我们来看到川普天天喊的 American First。结果他自己推出了这个 T1 手机，说要美国制造的一个大旗。结果现在拆开了里面的手机之后，发现怎么都是中国制造的，怎么都是中国组装的，根本就是这个 HTC 的 U24 Pro 直接换了一个金色的一个外壳哦，就被大家嘲笑说好的美国制造在哪里呢？另外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事情是 CBS 最新的报道，光是今年的第一季而已，川普已经交易了3642笔的股票交易，等于说一天交易就有高达了40笔，总金额现在上看320亿，换算新台币这么高的一个金额，创下美国史上在任美国总统最高的一个交易记录。来看到一些交易的时间点，实在是太离奇，因为呢。真的是太近了。首先，它有几笔的交易都有争议，不管是针对于戴尔，不管是针对于赛默菲，或者是苹果股票跟美光。川普在2月10号这一天大量的买进100万到500万美元的股票。2月19日，他就直接发表了公开演讲，说：“大家赶快去买戴尔的这个股票吧！戴尔电脑发展的非常好，多次为戴尔站台。在5月8号再度推荐之后，我们看到。”股价立刻创下了新高，当然了，这个川普的口袋也是满。再来看到的是针对于赛默菲的这笔交易，3月2号他还有2月12号分别加码买进，之后他去参观他的工厂，又说这是一家伟大的企业。同一天再次买进股票，当然了，他们股价也继续的飙涨。再来看到是苹果，3月2号川普买进了100万到500万。美元的股票，3月11号公开赞扬库克，还说苹果加速回流美国，同一天再次买进苹果的股票。最后是美光了，他分4次进场买，并且说美光是目前最火热的公司，多次的炒股记录哦都被发现，这个是一个备具争议的事情。那这一季之内疯狂交易3000多笔，怎么回事？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手机了，强调美国制造。但是拆开却是中国制造，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2件事情啊，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犯罪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川普将来啊那么重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东西，他非常重视11月份的中期选举啊，因为他到时候就有可能被弹劾，甚至要坐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嘴巴讲了一大堆美国制造 MAGA 的，结果后来。完全是拿 HTC 的贴牌，售价499块美金。我当时看这个价格就觉得有问题。说真的啊，因为你现在你想也知道嘛，对不对？你一看它这个售价就知道，它基本上的话就是为了能够赚一点收一点。就是我觉得 HTC 搞不好也是帮他贴壳了，他自己搞不好连贴壳的人都找不到，说句良心话，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第二点有关于内线交易，这个就是非常严重。你作为总统，你放消息，对不对？你作为总统的身份，你一放消息，你影响到股市。大家知道，股市是最公平的，应该最公平的，法律的监督是最严格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来讲的话，你这边举了很多例子啊，罄竹难书，我都不愿意讲，因为讲了好多例子，就是他每次买了什么股票啊，就说这家公司好啊，叫大家跟进，大家跟进你就有机会出脱啊，这谁不懂这个道理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懂这道理。那川普本身，因为他智商不高，他就会用这种最愚蠢的方法叫大家来跟着买，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这个痕迹就漏了嘛。但是我这边要强调一个，就是说大家公认知道的，他不是叫 Taco 吗？他现在叫 Taco 啊，就是 TACOW。为什么呢？因为呢，经过大家统计啊，发觉每个礼拜3啊，川普的那个 Truth Social 啊，都有 Taco 的消息。Wednesday 啊，
他都有他的消息，然后叫大家放空放多石油。你去看，你去查起来。我这个是国内的一个媒体人，后来我查一下，果然他每个礼拜三Truth Social里面都有放消息。当大家觉得很紧张的时候，前面礼拜一是绝对要把你炸烂，炸回石器时代。礼拜二的时候说我真的不想炸，礼拜三的时候突然讲说我们马上就要达成 deal 了啊，就这样子搞了大概30多次吧，他快40次了啊。所以说这个里面消息以他这种身份一放出来以后，那个市场会跟着动，你知道吗？那市场一动的话，上下，而且这个趋势很明显，所以他不是他口啊，哎，他是到了礼拜三呢就放消息，礼拜四、礼拜五买股票，礼拜一、礼拜六、礼拜天休息，礼拜一、礼拜二再制造消息，礼拜三又来一次他口，他连续搞了，他上任没有多久，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好像过了1世纪，其实川普到现在没有1年呐。你知道吗？这个问题他妈太严重了啊！对不对？这个脏话都出来了，真的不好意思。不是，我觉得他太可恶了，你知道吗？哎，所以大家都觉得说这个问题真是太麻烦，因为他每一次都有这个。原来克鲁格曼就说过他这个跟搞股票没两样啊，对不对？内线交易嘛，你制造消息。对不对？而且他底下很多人，因为他口子之前的时候，就很多他底下的人就已经去放空啊、做多啊，什么都开始了。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川普他买股票，不是应该要交给第三方吗？那这样子有没有一些利益上的问题？那委员怎么看？我觉得当川普的好朋友真的是一件不错的事。对。就是如果将来你手上有什么样的美股被套牢了卖不掉哦，就去当川普的好朋友，他出来帮你讲几句话，然后那只股票就可以拉起来了。或者是有一天呢，川普如果自己不想用自己操作来赚钱，他其实成立一个什么投顾老师的专线，我相信也能够收到很多会员哦，就因为大家都想跟着川普老师一起来做投资。回过头来看啊，就是以台湾的证券交易法，我先不要讲美国啊，因为美国的相对比较复杂。那么台湾的证券交易法，川普至少犯了2条罪，每一条都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第一个就是刚才岳老师讲的内线，第二个就叫做炒作，这2个是有不一样的状况啊。什么叫内线？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利多讯息，我就赶快先去买了。利多讯息一来了，我的股价就涨了。我知道有利空讯息，我就赶快抛了。抛了之后呢，跌下来之后我就避险了。这叫做内线哦。我想川普在过去这段时间，特别是在伊朗战争，我们已经看到他操作内线不晓得有多少次了。就像刚才岳老师讲的，他那个上冲下洗了，他自己掌握了什么时候打，或者是真的要打还是不要打，他自己心里头有一把尺啊。所以呢，他掌握了内线，他当然来做投资，操控全球股市是无往不利的。什么叫做炒作？炒作就是你拉抬一家公司的股票，你先买了，然后你拉哦。像我们刚才看到就是炒作嘛，不断的在做什么 Dell 这些股票一直不断的在炒，这叫做炒作啊。所以呢，他干了炒作又干了内线。那回过头来讲，其实坦白讲，像他这种角色，本来就应该把所有的财产都信托的。对，为什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我把财产信托给思敏了，我做任何的决策跟我的财产没有关系。思敏做投资的时候，他不知道我的决策是什么，所以当股票大跌的时候，这个负责信托的这一方会怎么做？会跟着市场走啊，当然要这个设下停损点，赶快卖嘛，对不对？然后呢，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今天自己操盘就不一样咯。我今天自己操盘，我今天看到股票大跌，我可以老神在在的不卖，因为我知道明天就会涨回来了。所以这是中间最大的差别。为什么川普自己不信托？就以他这种角色，他的财产本来就应该信托。他的财产信托出去之后，他做的任何决策跟他的财产的增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他今天是自己操作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投资行为，再绑到了他现在有全球决策权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他当然光靠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了。所以我才说，当川普的好朋友，现在是最值钱的一件事。好，不只是川普的好朋友啊，还有包括他的整个家族，现在也一起在海捞。我们看到这个小川普，他最近投资这个无人机公司，结果呢，看到的是这个五角大厦也准备要直接投资他的相关企业，让股价消息一出，股价一天暴涨了，达到了70%。那另外一边是川普的女婿库许纳了，投资了1400亿换算新台币，在阿尔巴尼亚做豪华度假村的开发案，遭到当地民众抗议说，这边不是
是用来给你拿来卖的哦。那么富比士公布了川普一年身家增加14亿美元，川普的家族增加了100亿美元，非常的惊人。干哥怎么看？所以你说他自己很离谱就算了，我完全同意，刚才大千跟那个老师讲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内线交易。我自己的就说我自己在台湾的那个跑新闻的资历，就是看社会新闻，内线交易3年起跳，重罪在台湾，而且如果你是政治人物的话，马上打入地牢，你以后完全你们政治生命就完蛋了啦！我跟你讲，超过1亿的话是7年了。对，金额我正要讲到这边，很容易超过1亿啊！现在那个大千帮我接上，只要他的金额是超过1亿的话，那更加重他的刑期上去。所以你要晓得，那是对一般人就是这样了啊，何况你是总统，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而且等一下，我还是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白宫已经有发布声明说，对不起，我们川普总统先生的财产已经由他的子女信托了。可是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到这个川普你自己在买那个投单的啊？对，自己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说，你放心好了，他下台啊，他不被弹劾才怪。可是他更荒谬的故事在哪里？你知道吗？你说他儿子小川普，他现在什么去投资无人机公司，结果他五角大厦也要准备要投资了，股价一天就暴涨了70%。你儿子干这种事情，你老子也干这种事情，那都算了。连你女婿也干这种。库许纳，你知道多荒谬？这件事我讲给你听。他跟就川普的女儿伊凡卡2个人坐游艇跑去地中海，然后到了阿尔巴尼亚的沿岸一看，哇，这个岛很漂亮啊，买下来，然后我们要把它买下来，买不动是吧？买不动，那我们开发大型的这个休闲的度假饭店啊，然后问题是，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大家对阿尔巴尼亚可能没什么印象。他1990年，他就是说，他从这个就推倒了他以前的总统之后，他现在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以后，然后那个地方，我跟你讲，他就很重视环境保护。结果那个岛，我跟你讲，那个是火鹤 ，flamingo。大家常常听到有个 flamingo 火鹤的栖息地，火鹤到现在已经是世界保育类动物了。就库许纳一去，他跟伊凡卡2个一看，好漂亮，我们盖饭店，挖土机就来了，然后带刺铁丝网也上了，然后一般小老百姓一看，我们这个已经保存了几百年的海滩，为什么突然会有挖土机上来啊？是，就问总理啊，总理叫什么？总理叫拉玛，总理说。没有啊，这个他还不敢讲，是美国总统的女婿来投资的。结果一查才发现，阿尔巴尼亚当地的报纸就说，阿尔巴尼亚是不可以被出售的。你这个很丢脸的事情。就库许纳就说啊，不是那个不是，是我的公司啊，不是，解释一堆。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川普不但是他，而且整个家族在国际上面都是丑闻。我觉得他不仅仅是炒股票，你说那个戴尔啊、美光啊、苹果啊，这些公司都是大公司。赛默菲大家比较不晓得，可是赛默菲这个公司，老实讲一句，他是做医疗事业、医疗周边设备的，他跑到人家公司去大战，第2天股票就上涨了。这是总统绝对不可以干的事情，民主国家绝对禁止这种事情，他全部都干了。我告诉你，他会被全世界的舆论给公干的。好，川普又出事了。今天我们要特别看到的是5大的案件，这个当中呢都涉及到内线交易，所以要来查了吗？因为有神秘客狂捞了在这场战争当中245亿。但是我们看到基层的一般的老百姓，美国老百姓则是因为油价不断的高涨而过得苦哈哈。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美伊战争打打停停，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油价、股价瞬间暴涨跟暴跌，川普好像都可以去操控股价，并且呢，市场也有非常多的精准押注。这是来自于 BBC 针对这场战争特别做的重大交易的一些记录哦。他发现说，不管是在川普他发布这些重大消息的前几分钟，或者是前几个小时之内，常常会出现这种明显的交易量
异常飙升的情况。几个案子，我们特别来带观众朋友来看。首先，第一个，在3月9号这一天，美伊战争已经基本上快要接近结束了。在川普接受 CBS 专访，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呢，这个消息曝光前半小时，油市突然间出现大量的做空，结果油价果然是狂暴跌了25%。在3月23号这一天，川普在社群发文，他说跟伊朗谈得非常的好，而且可能会终结这样子的敌对。在他发这一篇文的前15分钟，油市突然间大量做空，然后一样是突然间暴跌了11%，果然就可以看得到他的预言又成功了。再来看到是川普在4月9号宣布对多个国家暂停关税90天，但是同样在宣布20分钟前，可以看到股市突然间有一个大笔的上涨交易，然后在川普宣布之后，美股果然开始狂飙了。再来1月3号的时候，委内瑞拉总统被抓的之前呢，这一位有人就在这个平台上面下注了3.2万美元，赌说马杜罗会下台，结果确实他下台了，这位客户也赚了43万美元。再来，最后是在2月28号，川普在轰打这个伊朗之前，做这个2月28号的攻击之前，已经有账户认为说这个川普会打伊朗，最后确实有打，他大赚了120万美元。这一些的数据跟案例是否都涉及到内线交易，还是说这些人真的有这么神吗？上次哥怎么看？川普家族有没有内线交易？江湖上传的满的，主要是现在你任何的投资，无论买股票、买加密货币，其实都有记录哦。而且这个时间点实在太诡异了，而是从2月在正式开打美伊战争之前就开始了。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认为有破口哦，也可能跟赫俄赛斯有关。不过我们首先先来看是哪些钱现在是被注意的哈。第一个部分就是战争情资套利，比如说我要打或不打，抓马杜罗打不打。第二个部分就是不当的利益输送，比如说包括川普的女婿克许纳就认为他在波湾地区到处收阿联酋他们的顾问费，每年是上千万美金哎。当顾问可以收那么多钱哦，还有以色列。这第三个当然就是贪腐啦，对吧？乌克兰战争我们都已经知道，好多贪腐被换掉，或还有国防合约啊、军火商前额，但是3大类是这个被注意的。可是呢，现在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主要这不是江湖传闻，是美国方面参众议院都有议员专盯这一点。我们看听一下最新消息，4月上个礼拜的时候，众议院已经丢出了正式的传票，要求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要提出他们过去跟白宫以及跟所有的这些军火啊部分的全部的通信记录。这家公司是谁呢？这家公司就先前闹出风波的赫格塞斯国防部长对赫格塞斯家族投资办公室公司。现在就是传出，为什么这个家族办公室就是类似像郭台铭有家族办公室投资，就是说这个家族而且来这里做投资，虽然规模不是很大，可是被谁发现呢？被美国参议院现在正在抓了这个伊丽莎白华伦，她是一个非常鹰派的，对于企业的这个道德监管更强烈的一个女议员哈。另外还有就是 Jerry Luskin， 这2个议员，他一个是针对于赫俄塞斯家族这里，怎么说呢？他就发现说2月的时候，赫俄塞斯家族买了好多国防军公约，2月底，然后他们就在看，然后而且就开始，然后另外一个就在追克许纳收了阿联酋的很多的顾问费跟以色列顾问费，而他竟然跳进川普决定要不要打美伊战争的这个关键人士之一。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虽然在我们台湾没有太多讨论，但在美国现在已经有进度了，包括美国司法部也终于在4月刚刚成立一个调查专案小组。那现在会伸进去的部分呢，除了国会议员之外，就刚刚讲司法部会有，另外呢美国证交会也会开始调查，但看起来他们没有很积极啦，这个没有很积极，确实还是怪怪的。但是现在呢，不要看喽，大家这个键盘侠币圈里头主要盯谁呢？听川普的小儿子，据说他这个币圈里头在走加密货币。另外，当然克许纳以及所有涉及到知道接下来要打仗不打仗的核心的这些人，他们家族的投资，现在全美国的特别是财经媒体应该都在紧盯了。好，我们看到这一场战争，川友友们不管有没有涉及内线交易，都可以说是
赚得饱饱饱啊！但是我们来看到基层老百姓，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后，油价因为狂飙哦，所以呢，这些油价的这些涨起来的价格都是由民众自己来做买单。结果呢，美国的能源部长没有安慰基层的民众，他还直接说了，这个油价呢到战争结束还会持续的飙，一直要到2027年才有可能会回落。结果导致在加州就立刻出现了所谓的汽油怪盗，他们直接钻到车上的这个油箱，去把这个油箱里面的油给偷走了。川普立刻反击说：“谁说的？能源部长是错的，这油价确实是会回稳的。”但是美国民众会相信吗？那我们也来看到最新的民调，现在呢 ，NBC 的最新民调，不满川普的满意度已经飙升到63%，而且有一半是强烈不满川普的，支持力创第2任期的新低，2/3美国人认为说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油价上涨也让矽谷的家庭损失11亿美元，造成2600个工作机会因此消失。美国的苦日子来了吗？干哥怎么看？好，你现在你知道吗？你会觉得美国这个很强大的国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加州长滩啊，那是高级区嘛，对不对？但是呢，竟然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去开车的时候，发现他上车没有发现怪事，等到他开上路以后，他觉得那个油急速往下掉，结果他就下来看一看，奇怪，我的车被人家挖了一个洞，在油箱上面挖了一个洞，已经快要没有油了。他爬到加油站去加，结果加油站说：“我跟你讲，这已经是不是第一次了？”结果他赶快只好拿去修嘛，对不对？去修理的时候，那个工厂说：“啊，你是今天来的第3辆。”现在美国人是已经怎样？已经沦落到要偷人家的油来过日子。他说长滩哦很简单，它是这个大概是全美现在最贵的，1加仑6美元了。哎，美国的油要1加仑6美元，那是创纪录了。普通的小车加满的是多少？就是一加仑是6美元嘛，加满是72美元，就是大概12加仑，总共是72美元。72美元相当于台币它大概2300块啦。啊，可是说句实在话，我们的在国内的话，我们是 BMW， 如果说是3500cc 的车，也不用加到2000块。美国现在已经是小车就要2300块，这样子你就比较有概念。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总统跟能源部长2个人讲法不一样。川普说只要战争打完了，油价就掉下来了。能源部长应该是最专业的吧？他说不会，今年之内都降不下来。也就是说，就算我停打了，不打了，油价也不会马上掉下来。现在又有一个人来插花，叫做财政部长贝森特。贝森特也说，可能一时降不下来。到底你要听谁的？我跟你讲，小民很可怜。因为小民光看到那个石油的价钱，头皮就发麻了。因为在台湾的我们都发麻，更何况是在美国自己当地本身的老百姓，因为油价的关系，他的生活会陷入苦境，连他们的长官的讲法都莫衷一是。所以战争对于老百姓，不要说伊朗的老百姓，对于和平世界的老百姓造成了多大的影响？那舰长又怎么看呢？我当初这个川普出来竞选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我听完他讲之后，我是支持他的。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一定支持他。为什么？他的理念是这样子：我们美国是天选之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美国这么的好，财产也好，这个地形也好，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最优秀的人来也好。所以我当时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真的是不要管世界这么多事，你就只要做你自己，美国就会非常的富强。可是川普上来之后，你就看到他在做一个事情，就是他的财政这个失衡太厉害，所以他在做一个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关税，我征税；节流，你看他做了好多事啊，又删某些单位，又退群，就国际的好多退群，然后还要这个删减国防部的人。就你当时在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对，他都做的是对的，你知道吗？直到最近，你不是说全世界你不会涉入任何战争，你打伊朗干什么？打这样子。然后第二个，你有没有发现，你一直说要删国防部，他原来删国防部的，结果现在明年国防部加多少钱？你们知不知道？5000亿。他已经是原来全世界大概花这个国防经费最多的，还加5000亿，然后又支援这个以色列。我突然才发觉，你讲的
你原来有理想，他说的这些东西，他很年轻的时候说过，我有看过一个，我觉得说，他一直以来都这样，但是他到老了之后，当了总统之后，他才发觉权力太大了。我再跟你讲，川普把他这个2.0视成他经商这一辈子最容易赚钱的4年，他们整个家族都在这捞钱，所以他就突然就迷失了自己了。他所有当初说的叫开源节流。好，持续关心，其实美国人呢并不想打仗。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这一场战争开打之后，我们看到整个 Mega 在内部共和党人自己反弹哦。那民调针对于川普的民调也翻车了。美国现在经济衰退的几率，根据专家的说法，恐怕飙破50%。再来，另外今天我们也会关心，包括了加拿大、德国、英法都说中国大陆比美国更可靠。为什么在此刻喊出这样子的话？等一下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中东战火进入到第3周，确实现在呢造成的就是国际油价一路狂飙哦，每桶飙破$100大关，连锁效应。今天可以看到，在全球持续的发酵，有几点我们会来特别做关注的。首先，包括了燃料价格持续的飙涨，看到的是亚洲航空燃料附加费最高涨到3倍，所以呢，4月份开始，尤其在亚洲甚至全球的机票恐怕都会狂飙了。现在根据于专家的估算，恐怕价格飙涨将近10%。再来看到了是在化肥成本飙涨，氮气原料上涨幅度1周内狂涨了30%，农业生产成本大增，物流成本同样在飙升，也导致了因为物流而导致食品价格跟着出现了在美国半年来最大的涨幅，美国人民苦不堪言呐！再来是利率也在持续的飙升，10年期公债殖利率不断的上扬，房贷也跟着水涨船高。我们来看到华府到底烧了多少的成本，现在预估达到了120亿美元，在这场战争当中，来自于穆迪特别做的一个警告：国际油价如果持续在飙涨，持续维持高档，在几周的话，美国经济衰退幅度恐怕超过50%。他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示警，说恐怕会掏空美国，成为美国经济的黑洞。上次哥怎么看这一场战争受害的会是美国老百姓跟美国的经济吗？就这2天，那么已经美国方面在民生物价方面已经开始可以感受到物价上涨跟通膨的这个威力。通常来讲，其实如果像油价波动所产生的通膨的影响，它不会马上了哈。但是因为这次就是荷姆斯海峡被掐住，所以美国自己本身因为有油，而且他们现在美国自己的油商赚得盆满钵满，他们的油价跟着高，其实受害的是美国自己的民众。但是这里头可能比较大的影响性是什么？因为物价波动，尤其是有这样的通膨的可能性，这就使得现在 FED 美国联准会最新的消息是他们可能会升息哦。那要知道2026年大家想的是包括川普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主席嘛，取代鲍尔。整体的概念是他就是要降息，对。结果现在因为打了这美伊战争，不止降不了息，不可能啦！油价到这个地步，社会民生到这个地步，还要升息，而且现在是大概就是这2天的消息，认为一定会这样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哇，对川普来说还是很痛苦。当然，其实大家现在关注是不是对美国经济总体的影响，我个人来看是这样子，我认为还要再继续看哦，因为如果打下去，这个影响面才会出来。但是如果在接下来未来在1个月或2个月之内，比较还是会有结束的话，我认为其实影响可能会降到最低，因为我们就美伊战争发生这10几天以来看，在前几天到现在为止没有错，全世界的股市都在震荡，时价涨哇，时价跌，稍微没什么事情就涨。可是我们看它真的对美国经济影响吗？我觉得没有啊。比如说 AI， 辉达在这2天才刚刚宣布了他们的太空计划，所以有1兆的市场即将来，就涨得死去活来。所以就是说我在看就美伊战争的乌云并没有整个笼罩整个美国的全面的经济，特别是 AI， 包括美国股市的总体的变动没有。所以呢，来看美元本身虽然也有波动，但总体来说其实也没有这个失控。美债的话也虽然就觉得债务太多，然后后面接下来美国要欠更多债务了，可是总体来说并没有那种狂抛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毕竟大家就要看哦，我觉得很多人都看衰美国经济，但我要表达美国经济它不只是美元，包括美债作为全世界的核心标准，主要是全世界的财富。有钱人的投资基本上都会在美国，在美国华尔街股市里头是全世界的财富在那里，而且这几年因为很多战争的关系，其实整个资本对于这种波动的这种战争的敏感性，我觉得已经有点脱敏。
没有那么敏感，很快就会恢复，因为钱就是要一直赚钱。你说不要在美国股市，那美国要去哪个地方呢？欧洲也不行，中国现在慢慢吸点钱而已，所以其实最后还是在美国。所以我认为没有像外界想象的这么糟。但是总体来说，必须得看美国，毕竟已经现在美国政府38兆的部分的债务了。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一次在美伊战争当中，现在估计美国媒体估计120亿已经是小估，因为在新年人家估计是前100个小时就已经花掉将近快40亿了，每天要9亿，所以这个落差蛮大的。而且还有美国发射的导弹没有估，现在估的是这些人力啊跟几万人在那个地方花费的这些钱，所以债务有没有叠加，当然会影响到美国经济，但我认为还是要先影响到美国今年年底的期中大选之后，对于经济，比如说联总会当中没有办法控制住物价，那这样子的失序才会进一步的冲击到美国的经济整体。好，经济的问题还要再持续的做观察，但是物价其实已经直接反映在消费者身上了。那会不会接下来影响到的是几个月之后，美国尤其是川普他们的共和党期中选举呢？我们要来看到，确实这场战争已经动摇了美国的政治的根基。尤其现在路透社做的最新民调，将近60%美国民众是反对美国政府才激进的针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例如说出兵伊朗，或者是攻击伊朗，那包括了 Mega 的基本盘也开始做松动了。原因包括美军的伤亡数字不断的扩大，还有刚刚提到的油价冲击到生活。最后是美国人民认为说，这场战争为什么到现在都还看不到尽头？说好的一下子结束，到现在都无法结束。共和党选群，委员怎么看？对啊，就像刚才尚志哥讲的嘛，美国的经济跟金融霸权从2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将近80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哦。你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哦，所以呢，这么庞大的一个结构哦，要在一瞬之间崩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幸好老天爷给了我们一个川普，因为呢，你说蚁穴要崩溃，这个蚁穴要崩溃可能要很久，可是因为川普他是拿着榔头去敲的，所以呢，敲起来大概比那个蚁穴那个蚂蚁要挖快多了哦。但是你说，就算川普拿着榔头去敲，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跟金融瓦解吗？当然也不至于。不过这场战争对美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遗症的关键就在于它到底要打多久。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或者是美国现在的像共和党这些人士他们这么忧心的原因。各位如果回溯美国当时建立金融霸权的时候啊，他是从2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布列顿森林会议，他提出来的由美元去绑黄金的这个所谓的美元黄金本位制，什么时候垮掉的？因为打完越战垮了，因为一个漫长的越战把美国的国力全部消耗在里头了，所以整个当时所谓的美元黄金本位制就崩解掉了，就是因为越战啊。所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崩解美国的金融跟经济霸权？只有战争，长期的战争，消耗国力、消耗人力、物力、财力的战争，那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难以这个负担跟承受的。就像刚才尚志哥说的，美国国债已经38兆了，一年这个光付利息就要付1兆了。那现在打下去，如果打个几周就算了，如果打半年呢？打个1年呢？那到底美国要再负多少？这个负债要负债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其实共和党的这些政治人物在现阶段来说，他们一方面考虑到他们的期中选举，因为很多共和党的或者是 MAGA 的支持者都认为说，这是你川普当时承诺的，我们不要再派兵进入中东了，我们不要再打一些莫名其妙的战了。可打到现在，你还是没有明白的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跟着以色列去打伊朗啊？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正当性可言哦。所以对共和党的很多政治人物，他们都已经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这个提出了很多的警告。就像刚才我们不断的在讨论要不要派地面部队，共和党很多政治人物都公开表达不应该要派这个所谓的地面部队到这个伊朗去参战。美国现在所有的陆军大概军力在44万，海军陆战队18万，加起来就60万。美国把全60万派下去，你知道伊朗的这个国防军跟革命卫队加起来有超过100万啊！你要把这些人都派过去，然后跟这些人跟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和国民军做最后的殊死对决吗？刚才干哥讲说可以啊，你要控制荷姆兹海峡，你先把北边那个漫长的那个地区的区域给占领下来，美国能够占领得了吗？美国只要一旦派地面部队进去，这场战争就是无穷无尽、没完没了咯。所以这是美国现在光是共和党内部就有很大的分歧。
最近如果你看一些来自于西方的一些视频哦，他就会告诉你说，共和党的内部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了，包含川普自己的核心的圈子都有不同的意见了。比如说像 J.D. Vance。你看 J.D. Vance 有多久没有出现在川普旁边了？以前川普随便干个什么事，那个 Vance 都要站在旁边的。那 Vance 现在去哪了呢？因为 Vance 被排除在外了。因为万斯本来就是一个反对这个介入伊朗战争的人啊。然后包含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美国自己的军方人士啊，美国的这个参谋总长联席会议的这个主席，当时就是因为反对啊，就被撤换掉了。那么包含美国自己的国家情报总监，他们所提出来的建议都不是如此。所以，川普现在身边只围了很少数的一群人呢，就像赫格塞斯这种演员式的国防部部长哦，这种少数的马屁精可能还围在他的旁边，为他擦脂抹粉哦。但是，川普自己的核心的这些决策圈都已经有不同的意见了。好，现在不只是川普的决策圈，共和党里面的内部人士对川普有意见。我们来看到这个民调最新显示，其他的国家，尤其是有很多美国过去的这些盟友，也都对美国非常的有意见，包括了加拿大之外，还有德英法。现在最新的民调说，中国比美国更可靠。那美国现在接下来是不是还要掌控，甚至是新闻呢？因为政府已经决定了，接下来只要报道伊朗的讯息，他们说是有不实。这个不实是谁认定的？恐怕也是美国的政府自己认定的 FCC 哦，那就可能会把记者的这个执照给撤销掉。干哥怎么看？联邦通讯委员会很像台湾的 NCC 它叫 FCC 啊。FCC 你知道，他做的事情跟我们台湾的那个 NCC 差不多啊。你知道什么情况？因为美国有一家最大的电视网叫 CNN，CNN 他上个礼拜报道一个新闻，他说哇。美国5架加油机被伊朗摧毁了，现在美国在中东的战力非常吃紧。CNN 是美国最权威的那个媒体嘛，对不对？那当时是在最第一时间的时候接获这个讯息之后，他马上就报道了。可是因为当时讯息还很混乱，后来 CNN 有经过更正啊。但是问题是，你知道美国通讯委员会这个 FCC 的主席卡尔就说：“你小心哦。”你下次再这样乱报的话，我要把你的执照吊销。大家有没有想到，这跟发生在台湾的事情是一模一样？我们的友台就是因为这样子，就算你事后更正也没有用。所以今天会让人家觉得说，美国你是崇尚什么自由民主，而且你是崇尚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是民主的滥觞之地。结果你今天竟然可以做到像这种等于是钳制人民自由、钳制新闻自由这种事情，你竟然做得出来。所以说，你知道川普的死对头，加州州长纽森他就讲了，他说你这个是什么？你现在是在公然是要侵害宪法吗？对不对？你要知道，他提醒他，1934年远在快100年前，美国联邦就有一条法律。任何情况之下，政府不可以动用他的那个行政权来去干预媒体的报道，甚至以吊销执照为要挟。因为这个法案早就已经在美国的宪法里面是有的。可是卡尔他不管啊，他认为像 CNN 报道这样子的新闻，就代表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成天就是有一些精神错乱的人巴不得美国打输这场战争，这是对美国政府最大的不信任。所以，我们这个通信委员会一定要防止这种这个不实言论继续散布。你就会觉得这个在我们这个台湾地区常常听到像这样子的这种类似像政府的官方语言，你们会觉得说，连美国今天都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的话，你就要钳制新闻自由跟言论的自由。那将来的话，我跟你讲，就没有人敢讲话了。所以卡尔他就变成了全民公敌，变成众矢之的也就是说，川普你为了要营造属于有利于你的政治气氛的话，你连新闻媒体的报道你也要管，而且是拿你美国最大的新闻媒体给开刀。难怪现在美英德法的1万名年轻人，经过那个最新的民调说，我们还是比较相信未来的中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中国有 AI 领头羊之称，将来中国的 AI 一定会超过美国，而且它的 AI 可以让我们
我们任意使用，也不用像美国付那么多钱，还付那么多规费。所以说，1万人的民调都倾向于相信未来的中国，而不是美国。所以我说，川普，你现在是内外交迫吧？连你的盟友都不太相信你了。聚焦美国国内现在的政治话题哦，川普总统呢，如今要变成了共和党的票房毒药了吗？过去看他第1届选的时候，那个声势那么的大，然后又这么非常会讲这些俏皮话，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是到了现在第2届，连共和党人都想跟他切割了。好，不仅是他个人的民调呢持续的探底哦，还连带拖累了这个国会的民调惨不忍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盖洛普最新做的一个民调。美国民众现在对国会的不满意度已经是高达86%，这已经是追平一个历史的新高点了，而且是共和党的支持者的满意度是下跌最多的。尤其是川普的第2任期，共和党的支持者呢，对整个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满意度呢是63%。那川普执政1年后哦，就差了1年而已，63%，马上感觉是断崖式跳水，剩下20%。所以这就是川普第2任期搞出来的事情了。共和党这一头大象原本主导了国会，原本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执政，一手好牌，现在被打到稀烂哦。我们看到，那这也都不是瞎讲，这都是数据会说话。那川普第2任期，我们都知道他非常的做自己，想干什么想说什么他就放手去做，但是反映在民调，反映在很多国际大家的反应上，现在要开始自食其果了嘛？民调这样的风向对于期中选举来说，一定是相当的不利。那议员，你对于选举也很了解，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觉得他还有办法逆转吗？可怜呐！现在川普几乎是自由落体啊，这是战争跟通货膨胀的双重绞杀。就各种的民调数据，除了我们这边所秀出来的，还有非常多。首先第一个是经济之刀，好，因为呢高达45%的民众把通货膨胀、生活成本当成是最紧迫的问题，所以对川普的经济政策认可度骤降到32%，所以有68%的人觉得你经济搞不好。而且最关键就是因为你打仗推高了全球的油价，然后呢，让65%的美国人表示油价对我的家庭构成了严重或者较为严重的困扰。所以这完全背叛川普在选举时候所说的你看美国优先啊，我们要让工人受益，我们要降低能源价格，完全跳票。而且呢，这让共和党的基本盘都出现了裂痕，共和党人对川普处理通货膨胀支持度下滑了10个百分点。而且第二呢，就连战争的这件事情有2/3的美国人也不认可川普他处理伊朗，有54% 是强烈不满意，61% 的民众是明确反对美国对伊朗有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川普多次表示，我们会很快速漂亮的解决，但是没有对吧？而且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昂，而且看不到尽头的这风险，所以民众只会觉得一切都是混乱，没有任何的秩序。好，虽然呢，仍然有74% 的共和党人支持他对于伊朗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支持都是建立在川普很强硬，以及假设我们会打赢。但如果整个战争陷入了泥淖，持续放血，那这个支持度接下来呢也会越来越低。而且如果我们再看到国会的状态，就为什么现在会有一种叫做一人害全党的这种铁证呢？就是因为在川普第2期任内的初期就刚上任没多久，共和党选民对于整个国会满意度高达63%。但是呢，到现在经历过了战争通货膨胀什么关税这个满意度暴跌到只有20%，很可怕。刚上台的时候，大家对国会满意是63%，到现在呢，只剩下40%。如果放在单一选区制的话，你每一个选区，对不对？你本来是过半满意度你才能当选嘛，现在每一个地方都不过半，那你的席次当然就会遭受到重大的打击。所以在选民的眼中，国会的共和党人跟川普是高度绑定的。你川普的失败就是执政党的失败，那也是国会议员的失败。所以对选民来说，你看整个来说有86%的不满意度，是民众对整个华盛顿政治体系失败的终极评分。了解。好，刚刚议员帮我们分析很多，但确实进攻伊朗这个选择真的是川普第2任期整个转折点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加速器，是往下加速。我们看接下来这个战争权利法60天期限到期后，就会是关键的做法。这边有3套剧本，一是要寻求国会的授权继续开战，2是不甩国会我就要继续打伊朗。这件事情
2011年的时候，奥巴马总统也做过。3就是 TACO 战法，我继续延长30天，然后找一个台阶下。那感觉这是川普呢比较喜欢的做法。但是厉将军，你觉得这3套做法哪一个是比较可能的？我觉得如果说川普真的没有得老人痴呆症的话，他应该就在这个60天到期以后，就给自己一个理由可以转身下台，不要再打这场仗了。你不要再找这3个选项了。是60天到了以后，你说是国会不让我打的，那是不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理由可以下台？是你如果继续打，你打不赢，那你继续这样在那边就更丢脸。那我们看到这3个方案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就川普来讲的话，对他都是不利的哈。那最好60天到期以后，他就借着国会的理由就顺势下来了。为什么我这样讲？第一个，你现在国内不支持你嘛？我们刚刚前面这个汉庭有讲了，你现在支持度已经这个直线式的在下坠哈。第二个，你马上要面临的是期中选举。如果你期中选举，那共和党的人自己你不选，共和党人要选啊。这些党员如果要选的话，如果说民意不支持你的话，他们都落选。所以这个我想说，这些参众议员也不会支持你这个川普的做法。那第3个这个以这个部队现在实况来讲的话，我觉得很明显的这些部队的士气是很低落的，因为他不晓得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为以色列而战吗？还是为石油而战？所以当这些问号打在那边的时候，军队来讲，目前看出来没有士气。第三个，我们讲说就军备来讲的话，你现在弹药已经快打光了，我们看到很严重的不足。如果说现在包括到爱国者、萨德或者是所谓战斧巡弋导弹这种总共各型不管是攻势或守势的弹药，你要补充到库存要满到期，还要1到4年。那如果这1到4年在补充到期之前，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再发生一场战役的话，那你美国是没有能力应付的。那再来，我们讲说，就国内里面的经济局势，老百姓也受不了了，通货膨胀到现在也受不了。国际上面，这个大家所有盟友跟你更是反感。所以我如果川普，如果你没有得痴呆症的话，你应该就60天到期以后，你赶快下来，很好一个理由可以下来。了解。好，我们要持续观察，这个时间也越来越近。那不止这次出兵，伊朗踢到了铁板有一件事情现在也被抓出来调查，就是在年初。美国大家还记得吗？深入到委内瑞拉活捉总统马杜罗的时候呢，美军竟然有现役的军人这个擅自利用内线的这个机密在预测市场 Polymarket 下注，靠着机密内线消息赚钱，现在要被法办了，代表什么？军纪涣散。好，还有去年2025年大家还记得吗？川普在4月搞出了最大动静，关税战，现在看起来呢也是同样惨淡收尾。为什么？因为被高等法院裁定违法之后呢，现在又要大家来重新申请退税啊，这一大堆很无聊的 paperwork 要来进行。然后美国这边呢要来退还这个1660亿美元的关税，而且退税的对象是谁？都是这些进口商，这些企业有33万间。一般的老百姓，你被加税，你东西买贵，不好意思，这是你家的事，这些钱退了税也不会还给你，是企业在居中来调整，税退了也是他们在拿，老百姓呢1毛钱都拿不到。所以呢，面对这样的状况，川普他也没有跟美国民众道个歉、认个错，反而是继续威胁一些美国的企业，说如果你不来申请退税的公司，那他觉得你是非常聪明的，你这样做很好，我会记住你们的。这是不是有点在暗示一个忠诚的贡献嘛？所以我想问一下张教授，怎么看这2件事？首先是美国军人利用职务内幕赌博，还有就是关税战，搞了老半天，只有老百姓乌烟瘴气。那我们可以看美国在这个纪律上面，尤其我们可以看这次这个伊朗战争，我们看福特号出了状况，就是它洗衣房被烧了，床铺被烧了，马桶也堵塞了，这个不是机械因素啊，是人为在那边做事啊。那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美军在这方面的服从性还有抗压性，还有他对军纪这方面的要求是出了一些问题。是。那这些问题的话，美军有没有办法立刻做解决？我认为这是个结构性问题，因为管理，你看看，包含美国陆军参谋长都被请辞，包含美国的海军部的部长都被请辞，你看他是不是连高官都被这样子捉弄？你看是不是变成政治性大于专业性？那这样的话，你这纪律怎么要求？上面都这样，那我下面我还能够在士气上做展现，我有一流的战力吗？那我们现在看川普的这一个退税的这方面的措施1660亿美元，当初就超收了。那谁当冤大头？老百姓当冤大头。对，当初买东西买贵了，
那退税你有没有退给我？你没有退给我1660亿的话，美国的人口是3亿4千万人，那你是不是退给所有的老百姓？每一个人的话，你除以3.4亿人口的话，大概每个人退500块美金，你一家5口就是2500块美金，就是每一个人对你一家5口可以发到台币，你可以发到7万5给他们每一个家庭啊。没有，结果回到企业啊，那老百姓是不是变得越大头？当初我买贵，结果你退钱退给企业，那这样的话，企业爽就是爽了嘛。所以我认为川普第二件事他思虑不周，当初的时候你应该就有一个司法性、合法性够不够？